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今天不啰嗦，直接切入正题。我们要来聊一个最近在总体经济圈引发大地震的事件，那就是2026年7月14号，新任联准会主席凯文·沃许在国会的那场听证会。老实说，这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例行公事，它其实宣告了一个旧世代的死刑，也彻底翻转了华尔街跟联准会的互动方式。今天这份解析呢，就是要帮大家把这个复杂的总经巨变转化成你在沃许时代绝对必备的投资新剧本。你看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超级像一记当头棒喝？沃许直接挑明了说，如果你现在还在痴痴等待联准会释出降息的明确承诺，那你正在玩一场已经结束的游戏。这真的是一个超强烈的唤醒讯号。过去我们是不是都很习惯紧盯着央行官员的每一句话，想从里面拼凑出他们下一步要干嘛？把这习惯改掉吧，因为这种玩法已经彻底过时了。游戏规则已经被改写了，我们必须马上跟上节奏。为了让大家在接下来的市场里不迷路，我们今天的解析会快速带大家跑过4个重点。首先是保姆时代的终结，接着来看波动性阵痛期我们该怎么办，然后是沃许看重的即时数据与 AI 布局，最后我们会教你如何聚焦实质获利。好，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部分，保姆时代的终结，也就是前瞻指引的死亡。说真的，过去这10来年，从伯南克、耶伦一路到鲍尔，我们早就习惯了联准会那种保姆式的呵护，对吧？他们总是会提前在路上撒满利率面包屑，给你一张超清晰的路线图，生怕吓到市场。但现在的沃许联准会完全是另一回事，他走的是超级鹰派路线，核心理念就8个字：多看数据，少说空话。沃许觉得给市场太多清晰的预测，反而会绑死联准会自己的手脚，万一经济突然出状况，他们根本转不了弯。所以这里的关键字就是前瞻指引。过去央行超爱用这一招，明确告诉你他们未来打算怎么做，来稳住大家的情绪。但现在呢？沃许毫不犹豫地把这个工具直接扔出窗外，他不想再给任何承诺了，也不想因为之前讲过什么大话，最后被逼着做出不符合现实的决策。央行是找回了他们的灵活性没错，但对我们这些投资人来说，这代表什么呢？这就带我们来到了第2部分，波动性阵痛期。我们到底该怎么应对这种政策的不透明？为什么接下来的市场会变得像云霄飞车一样，出现各种高频波动？其实很简单。第一，沃许对持续性的通膨是零容忍的，这直接打破了市场以为新官上任会放水的浪漫幻想。第二，他们现在拒绝提供利率路线图，甚至把政策声明里那些预测未来的话全部删掉了。大家想想看，以前 CPI 或非农数据如果开得不好，市场虽然会跌，但总会觉得没事啦，联准会一定会出来安抚我们。现在呢，那个安全网没了，所以只要数据一公布，市场的震荡绝对会比以前剧烈非常多。既然联准会的安全网被撤走了，大家一定会问一个最核心的问题，那现在市场到底是靠什么在驱动？与其坐在那边对高频波动穷紧张，我们不如主动出击去搞清楚，如果不再是期待央行放水救市，那到底是什么在推动股市往前走？别慌，答案就在我们的第3部分，即时数据与 AI 布局。这就是我们投资人的全新行动方案。其实，沃许在联准会内部推动了一场非常深刻的数据革命。他一口气成立了5个独立工作小组，其中最关键，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就是数据品质小组。这代表什么？代表联准会终于受够了那些看着后照镜开车的落后官方统计，他们现在的目光转向了企业端最及时的微观数据，像是零售巨头的消费指标等等。这给了我们一个超大的启发。既然裁判都已经换了评分标准，身为玩家的我们当然也要跟着升级呀，停止依赖那些落后指标，开始紧盯真实的商业活动变化。除了微观数据，你可能会问，那联准会现在看好什么大趋势？
他们正紧盯着一件事 ：AI 基础建设。你没听错，联准会在看 AI。官方现在非常认真在评估半导体跟运算设备的大爆发，是不是能大幅拉高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长率？还有，这股因为 AI 带动的庞大能源需求跟生产力跃升，是不是刚好能抵消掉那讨人厌的通膨压力？当央行都把 AI 当作是抵抗通膨、支撑经济的护城河时，这绝对是个超级明确的讯号。AI 就是未来几年撑起美国长线成长的最强主线。了解了联准会的思维，最后也是最实用的第4部分，我们来谈谈如何重塑你的终极投资目标，聚焦实质获利。请大家把这句话刻在脑海里：零救市、零降息承诺。既然央行已经跟你明说了，他们不会再当那个随时跳出来救火的保姆，那未来的行情靠什么涨？只能靠企业实打实的基本面跟获利能力了。这是一个非常残酷但也很健康的过程，市场终于要从炒作资金预期，彻底回归到检视一家公司的商业本质。所以在通膨还是有点黏，市场又动不动大怒神的情况下，你的选股清单必须立刻换血。你要买什么？买那些有定价权的公司，就是成本变贵了，它涨价，消费者还是得乖乖买单的行业龙头。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真正受惠于资本支出的 AI 软硬体供应链。那要避开什么？绝对要闪远一点的，就是那些杠杆开很大，必须靠低利率才能活命的公司，或是没有实质现金流，纯粹炒梦想的投机股。潮水退了，就知道谁没穿裤子。靠宽松资金续命的企业，在沃许时代绝对会被无情淘汰。总结来说，我们最终的战略就是要帮自己打造一个反脆弱的投资组合。这个组合的底气是来自于企业真实的商业护城河，而不是你去瞎猜央行明天会讲什么话。另外，请彻底放弃那种喜欢猜底部、试图去接刀子的左侧交易思维。在没有保姆保护的市场里，接拓刀子的代价你绝对赔不起。把我们过去对联准会的依赖转换成对优质企业实质价值的信仰，这才是把短期不确定性变成你长期胜率的唯一方法。好啦，今天的解析就差不多到这边。在结束之前，我想留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给大家思考一下。今晚回去打开你的看盘软体，诚实的审视一下目前的持股，你的投资组合真的有办法挺过沃旭时代这种高频波动吗？还是说，其实在你内心深处，你还在偷偷期盼着那个已经一去不复返的保姆时代回来救你呢？希望今天的内容有帮到大家尽快转念，赶快适应这场全新的总经赛局。我们下次见喽！